2013年一代宗师的2D 原版中，叶问带着宋慧乔饰演的妻子张永成到金楼听小曲儿。这个唱男音的名伶由张智霖客串，配唱的是粤剧名家阮兆辉。1930年代男音还没有归并到粤剧中，所以叶问是说听曲儿而不是听戏。细节好评啊，演唱的曲目是地水南音名段叹五更，唱词是怀人对月倚南楼，触起离情泪怎收，自寄与郎分别后，好似银河隔住女牵牛。唱的就是妻子等待丈夫回家的期盼之情。而后叶问要去和宫保森比武，临去前给妻子洗脚，张永成说自己先带孩子回娘家，让丈夫安心比武，之后再来接自己。这两段戏在2015年的 3D 终极版中都被删减，目的是弱化叶问的家庭线，转而突出他与宫二小姐两个人的情感羁绊。小生直言，宋慧乔的一颦一笑配着男音的曲水流觞，是真的比章子怡赏心悦目啊！继续的细节好评，宫二初次登金楼，曲目换成了京戏《洪阳洞》了。这出戏唱的是杨家将里娇不离梦，梦不离娇的好哥俩孟良和焦赞。因为孟良在洪阳洞误杀焦赞之后自己悔恨自杀，这也是给叶问和宫二这两个悲情人物的相爱相杀埋了伏笔，定了基调，注定两人要互相欣赏，但最终没有好结果。后面的细节就更细了，因为一代宗师王家卫筹备8年，拍摄3年，走访无数武学大家，所以在动作设计中力求1比1的还原正宗的中华武术。为了给叶问临阵磨枪，去战胜宫保森，为南岳武林争光，金楼的隐居高手们纷纷献计献策。三姐的八卦掌是隐士八卦，宫二的八卦掌是城市八卦。八卦掌呢，这个拳种呢，在中国属于3大内家拳的主流的拳种之一哈。那这2大支系当中呢，掌形上有区分。那么隐士它是以这个掌形为作为代表的。那么城市八卦掌是这样的掌型。叶先生，八卦手黑，小心。八卦手黑也指的是八卦掌注重实战性。老戏骨刘询饰演的先生瑞则是口传身教形意拳的精髓。电影用大气透视的灯光渲染神秘沉稳，而现实中真正的形意拳才是刚劲霸道。对，形意拳讲究就是把人打得飞起来。山西这边讲是凌空叶儿，这是龙兴大学。阴柔与刚猛过后，到了一串炮仗铁桥勇的南拳教学。饰演勇哥的是现任香港中外洪拳国术会会长刘家勇。他说的打杂家是指将南拳、洪流、蔡李默各派武术之长融会贯通，也提醒叶问，宫保森是集各门武学于一身的宗师，想赢下比武要以不变应万变。第2层境界的一横一竖，竖着的是规矩。马三口中的拜山门也不是空穴来风，入庙拜佛的先进山门，武林的仪轨时至今日依然在传承。这要是以前呢，传统的，你要去到人家的那个山头去拜山姆的话，那这是那个礼数是应该是，你不容易到他那里去，有握手礼吧？握手就是那个扣嘛。我们也是这样。不知道我他说出手不离山嘛，开口也不离山。我的宗旨就是山。我的宗旨摆在哪里？摆在我的孟婆对嘛？孟婆是你的血脉嘛？对。那这个血脉长存，我已经给你了。时代更迭，竖着的规矩在模糊淡忘，横着的人心却没有改变。当下的时代里，为了出人头地，有多少年轻人依旧看不懂刀和鞘的深意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刀得有鞘？因为刀的真意不在杀，在藏。这里的马三所有的表情特写都能看出，日后这个人必成祸患。至于最终叶问与宫保森的过手高明在哪里，依旧是细节。太极羊乳禅有鸟不飞的绝技。先生瑞一旁已经做了金牌解说，叶问2次伸手去掰，宫保森都顺着他伸手的方向移开了柄，即使他碰到柄，宫保森也可以顺着他的力道卸掉反作用力，从而让叶问掰不开柄。如此细致入微的武学造诣，可以通俗解释为海贼王中的见闻色霸气。
也就是预判对手的所有动作，从而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让自己毫发无伤。此时，宫保森想告诉叶问，中华武林是一个整体，要团结一致。但叶问给出了超越他的想法，那就是武学不应分门派，甚至可以不分国度，全世界习武之人互通有无，才可以大成若缺，相互进步。其實天下咁大，又點止南北？勉強求全等於固步自封。说得好。只可惜啊，叶问生在了战乱年代，道理虽领悟的透彻，现实却如履薄冰。